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经济学小白。今天我同大家分享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吗？我们是否要追求平等？贫富是否是极端对立的？富人是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才会变得富有吗？这个世界是否不应该有输家？ Milton Friedman 的经济理论是，生活是不公平的，一个人天生失明，另一个人却能看得到；一个人天生富有，另一个人出生却贫困。穆罕默德出生成为了一名拳击手，在一夜之间就能够赚取100万美金，这也是不公平的。好莱坞的明星拥有美貌性感，让我们都想看，也是不公平的。但是反过来想想，很多人都喜欢好莱坞的明星，从自然的不公平中受益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完全相同，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我们不如把整个世界摧毁掉，只留下一份标本供博物馆展示。所以在19世纪，特别是内战后进入20世纪初，平等的概念开始具有抽象、更明确的具体的含义。它的定义是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同样的机会，利用自己的才能追求自己的事业生涯，而不受他的种族、宗教、信仰或者社会阶级的限制。这种自由的概念，毫无疑问，即使是在今天，这种概念仍然会被广泛接受。它指的是机会的平等。但是在20世纪，一个非常不同的理念开始出现，即每一个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应该是平等的。这意味着经济赛跑应该被安排好，以便每一个人同时达到终点线，而不是每一个人在同一时间的起点线开始。这与之前的理论明显相矛盾，因为它要求限制某一些人的自由，以便为其他人提供更大的利益。以上是 Milton Friedman 的观点。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，当面质疑 Milton 说，你告诉我们绝对的平等是错误的，任何社会和政府试图减少不平等的努力都是错误的，是与自由、效率和其他人类目标相冲突的。政府关注收入和财富分配，以减少不平等的，不是应该要做的吗？我不同意你的观点。Thomas Sowell 回答他的提问说，不在于绝对的平等，而在于你追求什么概念的平等，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平等。你是在追求机会平等的概念，你还是在追求结果平等的概念？我认为这个是关键的区别。Milton 补充解释道，我的平等的观念是指追求机会平等的概念。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采纳的观点是结果的平等。还有一个区别，我认为在社会和政府系统中，90%的人通过纳税来帮助10%的处于困境中的人，这样是对的。而你的观点是，政府和80%的中产阶级试图向10%的富人征税，来帮助10%的底层的穷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 A 要求 B 把钱给 C。政府对穷人进行帮助并没有错，但减少高树的产量，以便于森林中没有树，也是不合理的。那些把平等置于自由之前的社会，最终会两者皆失；而那些把自由置于平等之前的社会，将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平等的结果。英国的前首相 Margaret Thatcher 撒切尔夫人执政15年，连续3次当选了英国首相。在她的最后一任期，英国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降到最低，经济稳定和强大。她说过，一定比例的财富再分配帮助贫困的人，从道德角度来说是可以接受的。政府有社保，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。但是财富再分配发展到另一个极端，当你挤压富人的钱到穷人，富人将不再有意愿做他该做的事情。多少钱？打个折8.3万。他们会停止创造财富和做本来对自己和社会有利的事情。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从整个国家来看，富人没有创造更多的财富，也没有办法交税。国家也没有钱去改进学校和基础设施，国家会变成停滞不前。当你阻止创造财富的人去创造，将没有再分配的资源，社会也没有收获。我们必须要奖励创造财富的人。
最后以 Milton Friedman 的话收尾：没有人会像他花自己的钱那样小心谨慎地花别人的钱，没有人会像追求自己的目标时那样投入地追求别人的目标。最后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、点赞。